路邊賣木頭，咖啡車還能點歌，帶你開箱雲南大理最狂的三月街趕集。這條千年古街長到不可思議，走了2個小時，竟然還看不到盡頭。跟着我們一起去挖寶吧！壯士小夫妻，齊頭笑嘻嘻。我是雲流，我是雪倫。大理除了古城之外，這裡還藏着一條1300年的千年古街。今天我們就有一個目標，要挑戰逛完雲南最大規模的三月街。這1300年的歷史，大概是從唐朝就開始了。我們現在在的這條主街叫做觀音路。三月街其實以前不叫做三月街，叫做祭觀音街，所以它是一個跟觀音祭祀有關的宗教活動。後來人潮越來越多，所以這裡就慢慢演變成商業貿易的地方。這裡有一個文獻叫做百萬金錢如水流，就是形容這條三月街。在以前古代，連上海跟蘇州的東西都會特地運過來這裡做貿易。那是不是有點像是台灣大稻埕的那種通港的樣子？對，沒錯，變成很重要的一個貿易中心。從1300年前持續到現在，你看到現在人潮還是非常的多。我在想說，為什麼不是叫五月天街嘞，就是三月街？知道為什麼嗎？因為以前它是每年的3月舉辦，連續舉辦7天，所以這邊叫做三月街。這是冰箱貼，然後他把那個雲南的那個菌類啊、菇類都幫他貼在上面。左邊那個也弄得栩栩如生，用小木頭做成的小刺蝟，好可愛哦。這也是冰箱貼，請問這個多少？10塊錢人民幣。他用在地的一些資料，比如說像是木頭或者是一些核果、核桃的一些殼做的，它相對的會比較沒有 PVC 的污染。你看，其實手鏈也還蠻好看的哦，它是用天然的繩子跟珠珠去做的手鏈。聽說這裡買東西除了吃的明碼標價之外，好像是都可以殺價。現場馬上聽到人家在殺價，即使它明碼標價的價格，還是可以殺價。我看到這不是羅望子酸角嗎？我好奇它的功用跟用途是幹什麼？是酸豆回力鏢嗎？請問這是做什麼用的？拿來生茶，也可以做這樣的手工。哦，是裝飾用的。对，它叫柯藤豆莢，然后也是过香龙，它们果實是平安豆。哦，裡面真的有果實，美玉的平安幸福。自己带回去再加工，自己加工，或者说这种就直接收藏了。因為雲南這邊陽光充足、雨量充沛，加上它這邊是比較特殊的土壤，偏酸性的，所以它可以種出很多花卉。攤上竟然也有賣一束一束的花，我覺得如果我住在這邊，我就每天買一束花回去送給我老婆。你在台灣都不買，來雲南大理才買給我啊？台灣太貴了，很實際。這個是10元一個，都是鮮花，很漂亮，花冠。你戴頭上看看，小天使。那些阿伯都在笑。那其他這種花束怎麼賣？是啊，這都是10元。還有這種繡球花，好漂亮，也是一束10塊錢，買一束，我覺得一整天心情都會很好。裡面坐。好，要吃不吃？不吃啦，不吃啦。啊，能不能活就看你倆了啊。对啊，加油哦，好好考哦，好好考哦。好，考强一點，考强一點，不能太焦哦，都失敗我就不吃哦。成功不能失敗啊，失敗算我的。對，老闆很帥，不用擔心，老闆帥就已經代表一切了。哎，帥都是假話。安誠心。好，謝謝。一早先來雲南金剛狼。剛剛點雙拼110台幣左右，大概有20隻，吃起來肥瘦相間，是好吃的，孜然調味，所以吃起來不會膩，越吃越刷嘴。油的部分，我剛才請他不要烤太焦，所以他烤得剛剛好，軟嫩適中。老闆好吃，拜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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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玩得開心啊！好，謝謝。雲南版的阿婆飯糰，燒耳塊的巨大版。原本耳塊啊打成薄餅之後放在炭火上去烤，但它這個比較特別，是它打成薄餅之後包上料，包起來放在炭火上才去烤。可是我很納悶，這樣子有受熱均勻嗎？嘗一下啦 ，CP 值超高，這個只要42塊台幣，非常的便宜，很大一份，切2半，裡面呢有蛋、油條、土豆絲、碎花生。
此外啊，醬你也可以選擇是甜醬，或者是辣醬，或者是甜辣醬，可以客製化，而且分量真的蠻扎實的，吃這個一下就飽，所以建議多人分食。這樣子的做法變成耳塊不是主角，反而是吃裡面中間的內餡，內餡非常的多又飽滿，吃起來真的還蠻過癮的。那可惜沒有辦法好好咀嚼耳塊本身帶來的 Q 感跟味道。買的時候啊，老公問我說，為什麼要買這間鮮肉餅？這間鮮肉餅的名字叫做無聲油炸鮮肉餅，是由一對聾啞夫妻所經營的。無論如何，我都一定會買，因為我們小夫妻的宗旨就是要去幫助這些很努力在過生活的人，把善意帶往全世界。虽然只是小小一份餅，但是每次看到生活上比较不便利的人為了生活而努力，非常感動，而且這是我們旅行的意義啦。那我剛剛吃了一下。它的餅皮蠻好吃的哦，有點像雙胞胎的口感哦。你有沒有看到這邊鬆鬆軟軟的，再配上最經典的梅乾菜？第一次吃過，好像是在烏鎮吃到梅乾燒餅，滋味難忘。這個的做法比較不一樣，像鬆厚的麵包餅皮包在一起吃也蠻好吃的，而且現炸的，吃起来不會油膩。而且梅乾菜給蠻多的。這個6塊錢人民幣。吃完肉餅正開心，結果馬上遇到趕集最大的難題。我們急需廁所，在這龐大的市集裡找廁所根本是大海撈針。正當我們苦惱的時候，一位神秘救星竟然主動找上門。要上廁所，我給你們指一下。廁所在哪裡？廁所哪裡？你帶我去一下好了。你們是從哪裡過來的？你猜猜我們的口音。廣東。我們從台灣來的。哇，好遠。對，因為是轉了飛機，因為我們是先到上海，然後再飛到昆明，再轉高鐵過來。哇，那你們是真的是挺遠的。我一直很想來雲南旅遊，然後剛好這邊有朋友。三月街這邊他們有專門的公共廁所嗎？只有這個公共廁所，但是它這個比較偏，就是本地人啊，他才可能找得到這種。這間咖啡廳是你跟朋友開的嗎？還是？對，就是我們就是在有試營業嘛，然後可以先嘗嘗我們的手藝。我好奇你們的那個豆子是雲南的鄉村來的豆子，還是哪裡來的豆子？因為雲南基本上90到80的咖啡都是出自雲南豆，对，而且像我们基本上都是用本地的這種咖啡豆，就像包括普洱那些。那你們看，那有一棵松樹，那裡就是衛生間。好，松树那裡往上走就好，那我們去，好，我待會過去。剛才小姐姐來招呼我們，剛好老子想喝一杯雲南在地的咖啡，而且很好。他看到之後我們要上廁所，你可以學習人家怎麼做生意，怎麼樣去招攬客人。這件事情你在各行各業都用得到，因為它是針對你的痛點下手。因為路上不是很多人在宣傳嘛，他拿 menu 給我看，他就直接跟我說，你逛累了可以來我們店裡喝9塊9的咖啡，還可以上廁所。重點是上廁所很聰明，定價方面他不是跟你說10塊，是說9.9再加上廁所，這件事情還是有學到。因為三月街這條是真的很長，有的人可能真的逛累了，他也想要上廁所，不知道哪裡有廁所，他直接跟你講痛點了，這點真的就抓住我。順便幫我看一下那個廁所是不是有門的。才剛喝完咖啡，走沒幾步又被香到了。雲南不愧是咖啡豆的產地，這裡的路邊咖啡車竟然還提供這種三月街限定的特有文化。來這個早市我覺得很特別，你可以看到旁邊咖啡車弄得好有感覺，旁邊是一群人坐在這邊很 chill 的喝咖啡。沒有想到早市也可以結合咖啡廳，而且你有沒有看到那能掃碼微信點歌？這邊很多有才藝的人都會來這裡表演。看剛剛那邊有一個阿伯，他也是開放現場點歌。我們的位置的話是入座消費啊，大家理解一下。我想咖啡的話，可以到我們的車的後頭那裡的話去點單啊。然後我們這個音樂咖啡單的話，絕對是整條街上的話物有所值啊。我們一路走上來的話，也看了很多的咖啡攤啊。像我們的一個音樂的演繹的話，真的就是因為熱愛音樂，然後熱愛大理這個城市。你以為趕集只有傳統商品嗎？大理吸引了許多有才華的年輕人來旅居，把這條街變成了露天藝術展。比起商品，我覺得這裡販賣的更是一種大理式的生活態度。通常不是畫那種素描嗎？不過他是畫比較 Q 版的可愛漫畫。
3分鐘畫漫畫，後面還有更便宜的冰箱貼，5塊錢而已。迷你版的百科全書，告訴你果實是什麼名字，好可愛。這個還不錯，寓教於樂。但是你要收集，就要把這全部都買回去哦。文字加上去的时候，会让裝飾品更有一些故事感跟質感。老闆，請問這一個是怎麼賣？這個18的，18的，那小的呢？小的10塊的，小的10塊，大的28，中的18，小的10塊，這很特別，可以自己做桌曆，後面是磁鐵、咖啡豆做成的，磁吸的万年曆，所以你可以一直用，不會受限於明年你就要換一本新的萬年曆，而且這很環保，它是用咖啡豆做成的，很可愛。辦公室的上班族，我覺得買這個還蠻適合的，你就可以自己拼你喜歡的樣子。這萬年曆怎麼賣？150吧，不過應該是可以殺價的。這張很適合你哎。Why？ 我美式咖啡續命。種子紙。上面浇水就好有。对，回去的话你要把下半部分撕碎，然后泡在水里3天浇一次水就可以了。你看这上面的点点，它就是种子。哦。我是随机放的，这个就是明显凸出来的。哦，这张是多少？这个是10元1张。提醒大家一下。这种种子的東西沒辦法帶入進台灣，請大家要留意哦。很復古的鑰匙圈，為什麼？因為它是用膠片底片做成的鑰匙圈，然後裡面有很可愛的圖案。這張是我就懶，然後想擺爛的時候，我就買這張。小飾品做得很精緻，裡面小小的，它是用刺繡的做成的哦，很漂亮。大家也可以看到這邊編織的顏色很有雲南當地的風格。這邊真的很長，因為我在這裡遠眺還看得到前面有很多的攤販的棚子。用布以及線縫製而成的手工記事本，小書具菱格紋造型的也很可愛。裡面是這種牛皮紙的，一本25塊人民幣。還有這種用花標本做成的筆記本，更有質感。我現在看到一攤非常的復古。之前的第一張專輯 CD， 大家是不是很久沒看到 CD 了？這邊居然有哎！不管在民歌區，或者是說我在餐廳，有時候常常都聽到台灣的歌曲，好懷念哦！以前好喜歡聽八度空間。我覺得以後 CD 真的也是變成古董了，無價之寶。這邊終於找到買菜的菜籃，原來在這裡買的。我很常看到有人背這個。對啊，這看起來可能比較好背。它有減壓的那個可以帶。那這個減壓這個多少？這個是125。其實這個蠻好看的，因為它的中間的配色，加上它這個有點方正的。最近天氣很冷啊，這些姑姑也要戴毛帽。哇，這間的衣服和飾品都是用植物染出來的顏色，而且染得好漂亮哦。大家有看到悟空嗎？沒錯，就是在銀橋趕集也有的攤販。所以其實我們在三月街逛的時候，發現有一些在銀橋趕集的攤販也會來三月街這邊。銀橋跟三月街的話，我會建議你直接來三月街逛就好，人潮也很多，攤位也非常的多，吃的買的很多東西都可以逛，而且有一些很有特色的裝飾品、服飾其實都很特別。因為銀橋我覺得真的比較太 local 了，也有可能是因為那邊都是老人家在地人居多，所以這些比較有文創文藝的東西不會到銀橋街那邊去買。然後繼續往前走，我們已經越來越靠近山了，上面霧霧的。雲南的天然資源豐富，滿地都是我叫不出名字的乾藥材，甚至連鮮花都是食材的一種。這裡有一攤賣各式各樣的乾藥材，也標示着你有什麼樣子的症狀就吃什麼樣子的乾藥材。那我好奇，雲南人的壽命是長還是短？相較於都市，如果有觀眾知道確切的數據的話，歡迎在下面留言。我們夫妻非常想知道，在這種很天然的環境吃到一些食藥滋補養生的話，壽命怎麼樣？至少心情上應該是會比較好，因為都是接觸天然的東西。來雲南最棒的是，它這邊有很多食用花卉，例如像我們吃一些鮮花餅或者是一些果汁，大部分都是現採這種新鮮的花卉或是可以食用的植物，這邊去入菜或是入飲料。來雲南真的身心靈淨化了。像這個牌子後面啊，它的背後都有價格。
雞中菌。有什麼味道？我覺得雞中味道還好，不應該放這麼多油，失去了你吃菌子原本的應該有的感觉。但是我覺得雞中菌的口感怎麼有點像金針菇啊？偏硬的金針菇，味道沒有到很好。可惜。好啦，不過這間超多人來買了，也有可能大家都是買回去之後再另外做料理吃。你逛累了，還可以在旁邊直接整骨按摩，正骨按摩。人民幣38塊，所以它是一條龍的服務，逛街逛累了來這邊馬殺雞一下，還可以喝咖啡、吃小吃。為了證明東西絕對新鮮，現切食材是基本款。最誇張的是啊，居然有人在路邊鋸木頭。叫什麼名字？檸檬。檸檬，好可愛哦！越往後面走，人潮變得越來越少了，而且還可以看到山哦，好漂亮哦！這裡的景色。觀音街它有2條嘛，我們只逛了其中一條，順着上來。猜猜看花了多久時間？應該1個小時。我們大概是從10點多左右開始逛，現在已經是中午12點了。中間有去上個廁所，喝杯咖啡。對，所以還算蠻悠閒的逛上來。我們等一下要再轉另外一條下去，所以整個逛下來可能2-3個小時是跑不掉的。上來的時候，最靠近門口那一區吃的東西是最集中的。再繼續往上走，就會開始有一些賣雜貨、衣服，那吃的東西就開始慢慢變少了。越往上走，人潮有慢慢變少，靠近山這邊，空氣也非常的清晰。不過其實還是很熱鬧。那我們等一下再繼續往回逛下去，看看還可以再吃到什麼特別的東西，或是逛到什麼有趣的東西。石榴汁中杯，要不要加冰？不要加冰，謝謝。終於喝到石榴汁了。什麼味道？我會愛上石榴汁，酸酸甜甜的。大理這邊蠻常賣石榴汁的，但是在台灣比較少。我們吃石榴不就是要一顆一顆吃嗎？它直接幫你榨成汁，豐富的維他命 C 都在這裡面。看看看。哎，好去油解膩。我每次來找是一定要點酸的，這個可以。石榴汁它不會過酸，是偏甜一點的回甘味道，好好喝。石榴汁。我們剛剛逛的主街觀音街是那個方向，右邊這裡還有一大區是賣生鮮蔬果、南北乾貨的地方，所以你看三月街的趕集真的腹地非常的大。旁邊廣場這區的攤販有一個公共衛生間，想上廁所的人可以來這裡。大家可以看到這一區廣場區很明顯是比較沒有開發的，因為下面的路是石頭路，大部分的觀光客來這邊應該都是主要逛主街，就是觀音街那邊比較熱鬧。然後很重要的一個資訊，我來這邊上了2個公共廁所，都是有門的，所以大家可以放心來這邊的公共廁所。因為之前我們去洱海旁邊的生態廊道，廁所是沒有門的，只有隔間。大家來這邊上廁所可能會不習慣，所以先跟大家說明這件事情。這邊有賣斗石，然後下面是石頭地，層沙俯仰起來，我不太敢吃這邊的食物。我們夫妻很喜歡吃那種原型食材的食物，所以看到一個類似像堅果攤的這樣，它可以稱斤稱兩的去賣，裡面有南瓜子、松子、黑豆，非常的健康，覺得如何？我要買。6了。哎呦，這個比較貴一點。對。啊，這個有點貴，這個是35一斤。那這個5塊好了。那這個怎麼說？這個是6塊5了。完蛋了，很不好吃，很不好吃，不知道吃什么。真的假的？
我原本很期待是蔥油餅的口感，再配上他們的香辣醬，口感跟台灣的蔥油餅真的差太多了，因為它的餅皮太薄了，感覺只是吃麵粉沾了一點點辣醬在上面，太薄弱的一個口感，辣醬也沒有辣到很突出，有點像是吃魷魚乾加上一點點辣醬的感覺。不得不說，台灣的蔥油餅真的還是蠻強的。這買回去怎麼吃啊？沖糖水、煮雞蛋、煎早茶、蒸湯腸、紅湯，姨媽洗前後去喝。哦，活血化瘀、補氣血的。旁邊可以試吃，喜歡的話再買。玉米餅的做法一直讓我聯想到台灣的車輪餅，所以我會想象是不是車輪餅的口感呢？上下的確有烤的微焦微脆，裡面的口感軟綿綿的。他們這邊的玉米餅裡面的口感都是偏向發糕，但是這間吃得到玉米的香味還不錯。你在跟攤販點的時候，我們都會習慣去點新鮮的，有時候放在那邊放了一陣子，不需要就跟他說我要新鮮出爐的，大部分店家都願意幫你這麼做。對，他們也知道現烤現出來的會比較好吃，而且拿到手上熱热燙燙的，你吃下去那溫度才是对的。爆漿豆腐剛剛現烤的送上來之後，老闆特別交代我們，這個是現烤的哦，裡面很燙，會爆漿，小心哦。你知道這樣一講，我就有一個很高的期待，我期待它會爆漿爆汁。結果我一剛吃的時候，其實就像大家看到的剖面圖一樣，裡面就是一般的豆腐而已，加熱後的豆腐。你知道我因為被上海生煎包洗禮過，我知道什麼叫做無敵爆漿的感覺，所以這個說真的沒有爆漿，吃起來很像台灣的板豆腐，薄薄的皮彈開之後，裡面是軟嫩的豆腐，但是沒有到脆皮的口感。它上面加的是五香的粉，味道我覺得有一點點的鹹，所以不適合沾太多的粉來吃。而且我覺得我等蠻久，好像等了15分鐘吧。對，因為老闆就是一個小小的攤子，然後現場自己用炭火烤豆腐。如果要等這麼久，其實沒有一定要吃這一道。不過非常讚許老闆的耐心，這個區區5塊錢，但是他烤了快15分鐘。這整條三月街真的還蠻長的，很久沒有逛市集逛得那麼過癮。剛才有一個摩托車走過，他把那個很chill的氛圍打破了。他是不是暴走族啊？大家剛好看到嗎？我很推薦大家能來逛三月街趕集。雖然有人說這裡的價格比較高，觀光客比較多，不過是因為它真的很好逛，也非常適合年輕人來。不是只有傳統的特色美食或是一些手藝品，也有很多年輕人來這裡擺攤，所以你可以看到很多當地富有特色的文創商品。三月街趕集是每個月的農曆初2、初9、16以及23號才有擺攤，相當於每個月只有4次的三月街趕集。來旅遊的話，就來注意一下時間，不要錯過這個千年古街的三月街趕集。下一集去看大理最美的蒼山洱海，我們還會深入古城，逛在地人最愛的北門菜市場，想看看最真實的大理生活。記得訂閱按讚，才不會錯過哦。喜歡這支影片就按下訂閱，開啟小鈴鐺，然後分享給你的朋友。我們是創世小夫妻，下集見。